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来讲一下关于男性的问题。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默默的点上了关注。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咱们其实都是过来人啊，年龄可能看这个话题的关注的都是30岁往上走的。你会发现20岁的小伙子基本上不会太过于去关注蓝色的小药丸，反而过了30岁是一道风水岭，购买蓝色小药丸的人啊会逐渐开始增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讲完了以后，你可能结合自己的情况，把一些问题就搞懂了。20岁刚好啊，是咱们我们的肾气最足的时候，同时也是你的雄性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基本上来说的话，哪怕你一天去战斗个3场到5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的身体它顶得住，它扛得住。但是随着你的年纪增长，首先你的雄性激素开始往下滑，你的睾酮分泌开始不足，慢慢的因为你的工作原因、精神原因，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啊见多识广了，没有那么敏感了，都会多重的元素原因导致了你的整体的状态开始往下走。那么很多朋友过了30岁以后啊，逐渐就发现了啊，比如说时间啊比较的短。这个硬度啊不够理想啊，没有之前的那么硬邦邦的感觉了啊，而是变得怎么样？就是那种啊又不是很硬，也不是很软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让自己感觉到不满意。而且有的朋友啊，他这个速度非常快，可能1分钟、2分钟就直接怎么样就出来了。那么夫人可能也不是很满意，整个夫妻生活啊变得并不是很理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人选择了见效非常快的蓝色小药丸，也有很多人呢选择了一些外用的一些延时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啊，它都不是从根源上帮你解决的，甚至你出现依赖性以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些抗性，慢慢的你会越来越依赖，越来越着重品牌，不断的去挑选，慢慢的就开始怎么样，有点丧失了，有点迷失自我了。这种情况是很多人非常常见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如果说今天有幸看到这个视频，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首先第一件事，你要学会放松。什么叫放松？咱们去找一个球啊，家里面有没有球的？有球的就拿，没有球的，你看我手上拿着这个小棒子，把这个上面拿一个小圆球，你假装这个是个圆球啊，你把它放在哪里啊？把它往我们的屁股上面一压一坐啊，就这样啊，把它压在上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这个小球你把它垫在这个下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你在人往上坐的时候，正好是压在我们非常敏感的一个点，叫做盆底肌啊，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也能触及到我们的前列腺。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压住了以后，就像我这样，比如说我把它压住了以后，我们怎么做？前后左右动一动啊，腿部动一动，身上转一转。用不同的力压下去以后，把里面一些不好的给它散开来，但是这个时间不要长。我建议大家去做多久？去做上一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呢休息一会儿再做啊。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里面一定要把它松开来。我们用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刚好你屁股往下一坐就把它卡住了。这是一种，你要把这个地方松开来以后，它才能让更多的这个血液能往里面去冲。因为我们的海绵体最终回归到一个物理上面的话，就是要通过充血才能让它坚挺起来。这是这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我们以前把它称之为叫锁。什么叫锁呢？在以前啊，道家大家都知道啊，它有一个什么呢？叫房中术，对不对？这个呢，其实我以前听我师兄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也讲过。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是我们大腿内侧，往后做一些给大家看啊，大腿内侧这条线。这一条线它可以说是男人的一个雄阴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条线啊，咱们一定要去捏一捏，没事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如果说你捏起来以后发现里面松松垮垮的，里面感觉啊不够有力，那么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怎么样把它锻炼起来。你记住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很多日本的一些动作的演员，他们很喜欢练腿，而且很喜欢夹腿。为什么？因为这是公认的一条雄阴线，在夹腿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充分的对于我们2个小球进行一个小小的摩擦。
让里面的睾酮素能够慢慢的出来，而且夹腿的过程当中是一种非常酸爽的感觉。可以说你的夹腿的耐力越好，你的夹腿的力量越大，它对于你整个战斗力来说，它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特别是咱们很多朋友啊，5分钟啊都没有啊，2、3分钟就开始不行了。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练夹腿。咱们自己如果有健身房的啊，去怎么做夹腿器，每天去夹。如果自己没有健身房的怎么办？用你的2个膀子挡在我们的腿的中间，把腿往内去夹，膀子往外去用力，跟它做一个对抗。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你在做对抗的时候就会被腿怎么样？慢慢的碾压住。一夹进去以后，你别松，就这样保持住啊，保持住个2到3秒钟，再把腿给撑开，然后再用力的往内夹，保持住。再松开，每天至少30下到50下，你连做7天，你会发现这条线慢慢的就起来了。同时，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啊，不仅仅咱们要松，还要一张一弛，光让它紧没有用，还要让它怎么样保持弹性。弹性怎么保持呢？把腿翘起来，在这条线上面用你的手肘点进去，每天转，把这个地方给转开。咱们很多朋友啊，你自己去捏一捏。有很多朋友他的战斗力不行的，这捏起来以后啊，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小疙瘩，或者捏起来以后感觉里面特别的酸，一定要把这些点给打开，手点进去，慢慢的转啊。我们正常做的话是从大腿的根一直做到我们的膝盖，怎么去做呢？用你的手肘压进去，身子一弯，你看我这个姿势，身子往下一沉下去以后，这么转一转就行了，手肘就压进去了啊，这么转一转，跟着我去做。我们去做上一个一来一回3到5下，你别看这个动作，别小看这个动作。咱们如果跟着我去做，你别管50岁的、60岁的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强的机会。但是一定要注意，咱们很多朋友刚开始啊，循序渐进，不要搞得过猛了，上来就想着变强，天天没事夹，一夹个300、500下，好了，第2天下不了床了，走路这个腿都打摆子。你一定要记得慢慢来，循序渐进啊！你的睾酮素，包括你的雄性激素，包括你的战斗状态，都会跟随着你的动作先练，然后再放松，逐渐的就开始变强了。我们这条线从下走到上，做个3到5遍，这个地方就松开来了。松开来以后，你自己感受，从你到里面的深层都能感受到一种放松的感觉。你坚持去做一做，慢慢的，可能你在早上晨起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这一下子就挺起来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给大家再总结回顾一下。首先找一个球，把它放在我们的下面，没事你就坐上面转一转，转上1分钟，把这个球拿走。然后呢，每天做上2组。第二件事，夹腿。能去健身房的练深蹲的也好，夹腿的也好，我们一定要去夹，把这个地方充分的往里面去夹，每天去做上一个5组，3到5组都可以。没有机会去健身房的就这么去练，咱们在家徒手就这么去练。练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放松啊，把我们的手压在上面这么去转。这3个地方啊，就是这3招，你把它总合并起来，每天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战斗力就开始上来了。而且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咱们不论年龄大小，年龄小的来得快，年龄大的来得慢一些，都是会竖大拇指的，说非常好，大伟你讲的这个方法非常棒。咱们讲东西啊就讲核心，也不跟大家讲花里胡哨的，也不是说大家你一定要去吃什么东西，你把里面的这个东西做好了，你身体就会有需求，有需求了以后，你该吃蛋白质吃蛋白质，该吃一些补一些锌就补一些锌啊，正常去吃，它都是1+1大于2的一个表现。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点个关注，给大伟啊点一个赞，然后同时让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男同志啊，关心自己的睾酮激素啊分泌够不够。那咱们今天啊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睾酮素。其实睾酮素呢，也就要被称之为啊雄性激素啊，就是说它这个激素分泌啊是我们男性啊分泌的更多，女性也有，但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呢，它能建立起啊我们男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力气比女同志要大。
我们的嗓音比女同志要粗啊，我们的身体的块头啊也明显啊，包括身高也比女同志啊要稍微粗犷一些，这些都是我们雄性激素建立起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再讲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这个随着年纪的越大我们的发育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激素水平也会持续的上升它持续的走一个上坡路。大家看，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它会到达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然后在某一个阶段达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所以大家会注意到，一般来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激素进行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或者呢爆发式的跌落的时候，人体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很多朋友这个小孩对吧，15、16岁了以后开始变嗓音的时候他就脸上就开始冒青春痘痘痘一颗接一颗往外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里面的激素水平达到一个状态，而且同时孩子还容易拥有这个叛逆期，它和我们的激素水平分泌它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再看很多，我们都知道就是女性有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当我们达到一个，比如说在一个睾酮素快速下滑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的睾酮素分泌不足的时候，那我们会陷入一个焦虑、难受这个思想容易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动不动喜欢发火，甚至睡眠上面也会有影响。这也是和我们的睾酮激素分泌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很多朋友细心就发现了，我们在持续下滑的时候，这个阶段一般来说就是在一个30岁左右，它会进入一个自然我们睾酮激素会下滑，每年呢会下滑1%到2%左右那么在一个平和期呢，就是说我们的睾酮激素它既没有一个增长，也没有一个下滑，那大约它这个年纪就在一个17、18岁到一个30岁左右这个区间，每个人不同所以呢，我们大致就分为你看增长期然后这个平和期，然后还有一个下滑期。所以呢，我们今天重要的讲的是一个下滑的阶段这个图呢，就是充分的给大家了解了，当我们进入到30岁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注重我们自身的一个激素分泌了。那很多朋友会去问就是说我怎么去察觉我自己的睾酮素足不足呢？其实我们先讲一下，当你感觉你的雄性激素你的睾酮素下降了以后，你就会明显的感觉自己精力不够用了，明显的这个力气下降了，身体的肌肉程度变得非常的薄。年轻的时候身体很饱满，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不但这个腰背驼了，肌肉还变小了，而且脂肪是比原来一层又一层的堆多所以这个有这些迹象特别是情绪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这个很容易发火的，都可能和睾酮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睾酮素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这里就推荐给大家经常的去做运动。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去干预我们睾酮素衰落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对抗的方法。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很多人在经常在公园里面走路就会看到一些大爷，他们的年纪呢可能50岁，可能60岁，但是盖不住身上还是有结实饱满的肌肉。如果不看脸的话，单纯看肌肉，把脸给挡住，对吧？你会发现他的身体的肌肉水平大概可能只有一个25岁到30岁左右，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呢？身体能那么饱满呢？就是因为他们常年的运动，把睾酮素一直拉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看，如果说你25岁左右就开始天天久坐天天反正也熬夜或者也干嘛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下滑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呢，这里呢就推荐大家每天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做一些运动。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咱们建议的运动呢，就是去多做一做腿部的运动。比方说您爬山爬山它是一个腿部的运动不仅仅能让我们的心肺能力变好，同时呢，在腿部大量的这持续性的运动下，它对于我们睾酮激素的分泌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深蹲。深蹲呢，咱们视频里面之前讲过，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素。第三个就是这个腿部进行一个上下的跳跃比如蹲下来往上跳，蹲下来往上跳。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运动基础。如果没有运动基础，我建议的就是一个爬山，一个跑步，或者没事你就爬楼这里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激素的。其实运动的种类非常多，但是关键您得找到一个适合你年龄这样的一个运动。
50岁以上的人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主要是集中在腿部啊。那么如果说您是在一个35岁到40岁啊，或者45岁左右这个年纪呢，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从事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剧烈性的运动，这种问题呢都不大。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年龄去选择一些运动，每天保证住20分钟。这样的话呢，不仅对于我们的心肺对于我们的体质能带来帮助，对于我们的睾酮素分泌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除了运动以外呢，其实我们的睡眠也非常重要。睡眠是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精力修复我们的身体。睡眠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吃的话，现在家家都不差，我们不放作重点就是说吃、练、睡这3个，只要掌握好了以后经常的去运动，经常活动，那么你的睾酮素水平自然会慢慢的回到一个正轨上面而且对于年轻的人，如果说有一些因为没有运动，他睾酮素下来了，但是通过一些运动以后，他又能快速的回去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神奇之处。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所有男同志胸前呢都有一个 Y 字形的一个筋，这个筋它会随着你年龄的一个变大，它会变得越来越紧，而它一旦变紧了以后你就会发生以下这些事比如第一个呢驼背，第二个呢圆肩肩膀往前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胸口感觉心肺功能明显的下降，气吸不到底，运动能力水平和年轻的时候完全不在一条线上面。第四个经常可能会生一些气，容易发火脾气变大。这根 Y 字的筋它就在我们的胸前，而且这个动作也只有我们男同志可以做。为什么呢？因为男女它生理结构不一样，所以呢男同志才能做这个动作，而且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 Y 字筋怎么去把它松开来，而且你松完之后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我们首先把大拇指伸好，然后把这个大拇指这样放在我们的肩膀头。然后另一只手呢去环抱着我们的脖子，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我们把大拇指展开，4个手指放在腋下。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大拇指往里面去顶，然后去画圈去画圈。你找一个点，这个大拇指在这么一小块地方微微移动每一个点你移动一下，你会找到一个特别酸、特别胀的点那么找到这个点以后呢我们就在这个点上面去画圈。去画一个20下到30下左右。好，这个呢是先把这个头给松开来，松开来以后呢，大家看注意，我们就沿着我们的锁骨这个大拇指就来回，你看，在这个锁骨的下沿，这是我们的锁骨段，我们在这个锁骨的下沿你看来回的去进行一个搓动，一直搓到中间就这样一条线下来大家看为什么要把手这样呢？而且胸口要挺起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胸大肌给它给撇开来让我们更好的能触及到一个深层你看就这样来回的1、2、3从上到下做了3个从上到下做3次，1、2、3次做完以后，你看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对吧？这个胸骨这边，那我们怎么做呢？往外推，看你看这个上面像一个台阶一样的，就每一个肋骨你往下摸，你能摸到像个台阶一样的往外推，你摸到一个硬硬的小骨头，你就往下推一下，再往下来回的波动慢慢的往下，你们一定要找到手下有这种感觉，慢慢的推下来每个台阶推一下，像下台阶一样就这样我们再来1、2、3，找到酸疼酸胀的点，你就给它在这儿多画几下再做3下，好。那这边的 Y 字形我们就给它彻底的松开来了。那么做完一边，另一边不急着做，为什么呢？我要让你有一个对比，有了这个对比以后，你才知道这个动作有多好。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肩膀往后移，去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看一下胸口做的和不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刚才才做多长时间，也就总共1分多钟，对吧？你会发现整个这半边全部放松下来这个时候确定了这个动作对你来讲有帮助，我们再把另一侧做完，大拇指对着我们的肩头，手环绕我们的脖子按下去，先画圈先画圈画一个20下到30下，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没有关系。然后顺着我们的锁骨看，来回的从上到下这个我就简单做快一点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舒服这个感觉
然后做这里像下台阶一样，看往外推，下台阶，慢慢的下去，啊，非常的舒服啊，再来下台阶，啊，你当两边做成一样的时候啊，你再活动一下啊，发现全部放松了，非常的好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并且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平常呢也不用做多啊，一周啊做个2到3次啊就可以了。我是大伟啊，大家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对你有帮助，长按视频下方的赞，长按3秒给我一个霸气的赞。那么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关注一波，每天都会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相信大家经常看过一个词，叫做凯格尔运动。那么凯格尔运动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的年轻的无论男女啊都非常的喜欢？其实凯格尔运动啊，顾名思义就是去锻炼我们的大腿内收肌群以及我们的盆底肌。盆底肌啊就包含着我们前面的小口子以及我们后面的 PC 肌啊。说白了，说简单一点，就叫做提肛啊。其实传统动作当中的提肛就是大家所认知的凯格尔运动，但是以前的人他以为提肛啊，我们以前把它称作文雅一点，叫做搓骨道啊，搓动骨道啊。你看骨道的意思叫提肛。那么以前人认为提肛呢就是这么啊夹一下就行了，其实不是的，但很多人都这么去做也不对。正确的提肛，道家传统当中的提肛，它其实啊是非常讲究的。我今天会把这个传统的提肛分享给大家，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去练习啊，非常的好。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其实是一个口，我们需要把这个气啊往上提。如果你年龄大了往下去走，那就不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会把这个提肛运动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我一起把这个动作学会，然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讲动作。这个提肛运动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我先把这个动作基础姿势给大家讲一下啊。双腿把它分开，分开以后啊，比我们的肩膀略宽，然后双手啊就这么盘着我们的小腹，这么盘好。盘好小腹以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把我们的双腿微微下沉，微微弯曲。把这个姿势做好了以后，你记住一个口诀，叫做3夹1收，然后吐气。把这个口诀记会啊！你看我们讲哪3夹？一个是夹我们的大腿啊，你看大腿内侧往内夹，腿分开，大腿内侧往内，然后呢夹完我们的腿部以后夹臀，臀部的时候你看啊，在这个位置，臀部夹的时候一定要去戳一戳这个位置啊，它要怎么样啊？紧紧绷绷的。夹完腿，夹完臀以后，你看再夹哪里？夹我们的盆底肌。把手放在这儿，盆底肌夹起来是什么感觉？你就想象着下面出来一大泡水，你快兜不住了，你就这么拼命的憋着。这个呢就是夹，你把这个里面的也夹住，这个时候你整个人这个桩就立住了。这个时候呢，你的整个小腹这里应该是紧紧绷绷的，你无论是摸你的大腿，还是摸你的臀部，还是摸你的内侧，都是紧紧绷绷的。好，这个时候一收，收哪里？看好，收这个位置，小腹慢慢的从下往上收。把这个地方给它像一个口子一样，把它完全的扎紧，扎住了以后，把这个气往上顶出来，吐出去，啊，来跟着我做一遍啊！你看3夹1收，跟着我的口号来，腿先放好，手盘好，来，腿夹啊，大腿往内夹，臀部夹，好，绷紧了，来盆底肌夹，好，保持住，来小腹内收，往上去提，侧面去看，来吐气。好，慢慢放松，再来夹腿、夹臀、夹盆底肌，小腹内收，缓缓吐气。再换一个姿势啊，大家看好啊，3夹啊，先夹腿，再夹臀，再夹盆底肌，把我们的小腹内收，看我胸部的变化，来吐气，把气息吐完。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搓骨道啊，正常做上一个3到5下，你的里面会有一条线慢慢的往上走，会发热。有的朋友啊，感觉胀胀的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刚开始练习有这样的感觉就非常不错。我们每天可以做上一个5下到8下，不用做多。如果你做上5下到8下你都没感觉，那这个动作你肯定是某些细节做的不对。所以咱们一定要反复的去观看这个视频，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也可以反复观看。然后同时，你如果感觉这个动作你练的感觉不错，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